Hello， 大家好啊，我是装修大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今天呢起晚了，等一下呢大佬要去维修一个窗户腐烂的问题啊，在这里提前给大家说两句啊。这个窗户腐烂呢，大佬是不建议进行维修的啊，因为基本上不管你怎么修都没用，它将来还会接着漏水或者接着进行腐烂。所以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要换这个窗户，你换成新的铝合金门窗也好。或者呢，定做一个新的木头门窗，是吧？然后呢，今天这位大哥呀，非要让我修我提前呢已经把这个利弊跟这个大哥已经说好了啊。首先呢，这个利呢只有一点啊，就是便宜，是不是？然后这个弊呢，那是相当多了所以呢，这个大哥呢听完我解释以后呢，他是完全了解了更换这个腐烂木头门窗的风险跟这个利弊。但是呢，这个大哥还是依旧选择进行维修这里补充一点啊，这大哥说你不说维修便宜吗？不便宜啊！我一听当时就火了，噌一下脑子嗡嗡的我就跟这大哥说呀，我说现在什么便宜，对不对？你说两个人来是吧？大热天的穿着安全鞋，背着钉包是吧？容易吗？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摄像机搁这长枪短炮的在这架着拍，是不是？大热天的还容易过热，这机器热了我还得拿到阴凉地凉一会儿再接着拍，你说容易吗？我们对不对？什么便宜这年头是不是？你的鸡蛋都多少钱一盒，是不是？你这辣椒都多少钱一公斤，不知道吗？没数吗？油钱多少钱现在完了我就解释我说我们说这个便宜是指的相对你整个这个门窗换下来说，那肯定是便宜它这个门窗高3米宽4米的，是不是这么大一片大玻璃的木头门窗，你说换下来没个大几千块钱是吧？它怎么能下得来，对吧？里面还牵扯到了地板保护，是不是？批灰油漆绞线是吧？打胶是吧？室外也是批灰油漆全是事儿，换完以后还有防水胶带防水措施等是吧？都不要说了，它窗户的定做 deliver 我们的人员安排是吧？没大几千块钱怎么可能下得来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相比这个来说它便宜是吧？你不能拿着这个价跟那个江湖上那些大神相比，对不对？那个咱比不了刚才说到哪儿了呢？这是利的部分就是便宜是吧？咱再说弊的部分，弊的这个部分就说你不管怎么补它补的这个地方将来还会继续的腐烂，这是100%的你只靠一层油漆或者说只靠这个腻子想把这个腐烂的地方给它堵住这个进水的这个缝隙给它堵住，这是不可能的当天肯定是堵住了你过1个月再来看看，你过半年再来看看，那肯定是裂了，对不对？只不过这个呢只是说咱们呢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对吧？这位大哥呢又不想花大几千块钱换这个门窗，那只能这么维修，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维修这种木头门窗，尤其是木头框架的这个地基跟房子大家要注意一下，你维修完以后还是接着漏水，它会威胁到你房子的地基跟你房子的框架如果你是水泥的地基维修一个门这种方法还 OK就算它水漏进去了，它对这个水泥造成不了太多的 damage。但是你如果是窗户下面是木头的框架，或者说你的地基是楼板，上面的窗户一旦出现这种腐烂，我建议大家还是把它重新换掉重新做防水措施，然后把新的窗户装上去，这样的话可以永远解决你这个窗户漏水腐烂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你的房子不会继续再造成任何的损害。好了，咱们现在就去现场出发这个呢就是我说的腐烂的这个门窗需要维修。哎呀，这一天全是惊吓。这都已经烂成这个样了哎呦我天哪，这个也是腐烂的相当厉害了。这边也是这烂的也太厉害了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当你的窗户有腐烂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维护跟维修比方说你已经发现这个裂缝了，一定要把它修补好，或者打胶，对吧？然后重新刷一下油漆来进行保养，要不然这个裂缝呢它就会进水，然后慢慢就变成这个情况你要是变到这个情况我就不建议大家维修了就是这个意思。
啊，你要说你的窗户啊是这个状况呢，还是有抢救的可能性啊。当你不管它，就会变成上面这条裂缝。我现在拿手一戳，应该就碎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你就没有修的可能了。OK， 老规矩啊，现在第一步呢，还是要把它先拆了，是不是？哎，这个地方又是别人维修的啊。这就是我一再说的，你像这种维修方法其实就没用，所以说我说一旦窗户腐烂一定要更换的原因就是这样，是不是？这就之前被人修过的啊，它还是会从接缝的地方开始进水，然后接着腐烂。这都是被人修过的痕迹啊，看见没？咱徒手啊，哎呀，这胶打的，哎呀，这都是被人换过的，只换这一小段，哪怕你高一点呢，是不是？你越高，它这个水，它这个换的越高，它越离开这个槽啊。窗户呢，下面我们已经完全拆掉了啊。然后这个侧边呢，我们把这条边拆出来。等一下呢，我们要先把这条边给做好，然后才能拆左边的这条边，因为我怕这个玻璃掉下来啊。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烂掉的木头把它处理一下，喷点药水啊，让这个木头呢不要继续再腐烂。然后呢，我们在上面要做一个新的盖板，把这个腐烂的位置一定要把它盖住。要不然这个腐烂这个木头是无法维修的。好，再强调一遍啊，大家想让这个不继续漏水，你首先要把这个水给倒走啊，而不是来靠把这个腐烂的木头给它补平。你怎么补这个腐烂的木头，它都会接着腐烂。所以说你一定要加一个盖板，是吧？然后上面打胶，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倒走，你不要继续再流下去。这个是唯一维修腐烂木头的方法啊。好了，我用的药水呢就是这个药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当你用腐烂木头的时候，把这个药水给它喷上去啊，它的作用就是让这个腐烂的木头变硬，然后不会继续的腐烂。但是在喷之前呢，一定要确保这个表面的干净，包括这些渣子全部要清理干净啊，还有软的地方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必须得有点装备啊！好了，现在呢，这个木头的表面呢，我把它吹干净了，然后接下来呢，我要喷这个药水。好了啊，这瓶这就没了啊！你说这钱花了快不快？几十块钱一瓶啊！然后大家在喷这个药水的时候呢，因为我呢接下来要用木板把它盖住，所以我现在直接就操作了。如果比方说有一些地方烂的不是很严重，你喷完以后，你想在上面继续补灰，或者说继续做油漆来保护的话，那这个药水一定要停留24小时以后你再操作。当大家修补外墙或者是室外的门窗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已经有涂层保护的这种防水木头，你不能说没有保护的那种木头的寿命会比较短，是吧？咱们尽量用点好点的材料，因为呢，毕竟呢已经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哈。那咱们还是用点好一点的药啊。在这里呢，有的朋友肯定就说了啊，大佬你为什么不把它给用腻子给它补平啊？然后呢，我在这跟你解释一下啊，
你像这种情况烂成这个程度哈，不管是黄腻子还是红灰啊，是真没用而且呢，咱这个钱呢是真不够啊。还有就是你信我啊，就算你拿红灰把它完全补平了，它从那个裂缝还会继续的腐烂啊。你一定要用一个盖板把它给盖住，是吧？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呢已经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啊，尽量在这个方法上跟这个材料上还是要动动脑子啊。好了，现在呢，我们这个窗户算是修好了啊。咱也不知道这匹马呢能活多久，是吧？暂时看起来呢还 OK 啊。这就完了吗？没有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打胶，是吧？我们要打这个 silicon， 是可以刷油漆的 silicon， 而且是室外用的，强度比较高的啊。关于这个例子呢，这个屋主要自己油漆啊，我们呢就把该打胶的地方给打完，然后呢屋主接下来要进行油漆来进行保养。大家呢如果家里有窗户坏了，还是那句话啊，我不建议大家这么修啊，还是建议大家换，是吧？当然你要说硬修的话啊，那你就照这个方法修，是不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胶刮一下，然后把腻子补一下啊。这个活呀，就算完成了啊。然后呢，这位屋主大哥呢，就可以自己刷油漆了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窗户腐烂不要按照这个方法来修啊，尽量是换啊，尽量是换啊。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下期节目见啊，拜拜。走。我正好没电，妈，尽量还是换。